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今天豆腐搭配豬血，分享好吃的下飯菜。下面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具體是怎樣制作的吧。首先準備2塊豬血，切成大約1公分左右的厚片。豬血是一種營養密度很高的食材，富含優質的蛋白質以及維生素，尤其是鐵元素含量突出。其實我們挑選豬血也是有技巧的，我們要挑選這種帶有蜂窝眼的，這才是正宗的豬血。然後我們再把豬血切成大約1公分左右的小方塊，我們盡可能的切均匀一些，使豬血在後续的烹飪過程中使其成熟度一致。全部切成视頻中這樣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備用。接下来準備2塊豆腐，首先把豆腐对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1公分左右的小長條，最後切成1公分左右的小方塊，切出來的大小和豬血的大小差不多，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備用。豬血豆腐要好吃，我喜歡加一些肉末。準備1小塊瘦肉切成薄片，其實挑選瘦肉也是有技巧的，我們最好挑選小里脊或者是前腿肉，因為這2個部位的肉特別的鮮嫩。瘦肉也不需要太多，1小塊就可以，然後再剁成稍微細點的肉末，我們盡可能的剁小一些，這樣方便入味也方便成熟。全部處理好放在小碗中。準備去皮的大蒜切成小丁，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1小塊去皮的老薑切成薄片，然後再切成薑絲，最後切成稍微細一點的薑末。老薑不僅可以去腥，同時還可以增加食欲。切好和蒜子放在一起。準備幾個洗乾淨的小米椒切成小圈，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也可以薄鹽放，切好放在小碗中備用。做這道菜，香蔥我們要多準備一些，準備小把洗乾淨的香蔥，直接切成蔥花。全部切好放在盤中備用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準備1鍋開水，加入大半勺的食鹽，然後再加入少量的紅燒醬油，這樣可以使豬血豆腐提前入下底味，同時上下顏色。我們把準備好的豆腐、豬血直接倒在鍋中，因為豆腐屬於豆製品，焯過水之後可以去除裡面的豆腥味，而豬血本身有輕微的血腥味，經過焯水之後可以去除裡面的雜質和血水，這樣可以減少很大一部分的腥味。大約煮2分鐘左右，我們就直接撈出來，放在準備好的清水中自然放涼。經過焯水過後的豬血和豆腐，還可以增加本身的韌性，在炒制的過程中不容易碎。稍微的攪動一下，使其快速的涼透，這也是豬血和豆腐鮮嫩的關鍵。大約10分鐘左右，我們就直接撈出來控水備用。另起鍋，加入少許的花生油，接下來把剁好的肉末直接倒在鍋中，開小火把肉末炒散。這裡我們炒制的時間千萬不能太長，炒至肉末微微變色就可以，不然的話吃起來會塞牙，這一步特別的關鍵。把切好的薑蒜末直接加在鍋中，快速翻炒均匀，把薑蒜炒出香味。豬血豆腐要好吃，我喜歡加1勺紅油豆瓣醬。豆瓣醬下鍋以後，我們一定要煸炒一會兒，因為豆瓣醬裡面的豆瓣和香料經過熱油爆炒，能夠釋放出濃郁的醬香和紅油，比直接下鍋煮香味更醇厚，還能去掉生醬的腥味。煸炒過後的豆瓣醬會炒出紅亮的油色，
讓菜品的顏色更有食慾。炒成視頻中這樣，把豬血和豆腐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豬血和豆腐表面的水分炒乾，同時炒出醬香味。接下來加入1大碗的開水，要想豬血豆腐入味好吃，我們一定要燜煮一會兒。首先往裡面加入大半勺的食鹽調味，然後再加入松茸鮮，少量的白糖中和一下豆瓣醬的酸味，然後再加入大半勺的生抽醬油，稍微的翻動一下，使調味料完全化開，加入少量的紅燒醬油上色，開大火燒開，然後再靠上鍋蓋，用最小的火大約燜煮3分鐘左右，使食材充分吸收調料的味道。時間差不多了，打開鍋蓋的一瞬間，哇，好香啊！整個廚房都是豬血和豆腐的鮮香味。把切好的小米椒也加在鍋中，現在的每一塊豬血和豆腐都吸飽了醬汁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。在出鍋之前分2次加入水澱粉，每加入1次我們都用鍋鏟翻動一下，這樣不僅防止粘鍋，同時還可以防止結坨。開大火把鍋裡面的湯汁收至濃稠，你看這湯汁立馬變得濃稠發亮，緊緊地裹在每一塊豬血和豆腐上，看着就饞人。芡汁還可以增加菜品的光澤度，看起來更有食慾。加入切好的蔥花點綴一下，同時增加香味。一道營養又好吃的豬血燒豆腐就這樣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簡單？如果你也喜歡這種做法，就趕緊收藏起來。有時間做給家人們嘗試一下，肯定不會讓您失望的。豆腐富含優質的植物蛋白，和豬血搭配在一起，不僅增加了營養，同時豐富了口感。兩者搭配在一起，低卡又低脂，非常適合減脂期的朋友們食用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點我頭像還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製作視頻。好了，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啦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